大家好，我是道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刚热腾腾、刚发表完的 Sony 新推出的 A7R 系列的第6代 A7R6。我现在内心有点复杂，为什么有点复杂呢？因为身为一个 A1II 的用户呢，我在这一段时间用了这台相机之后呢，我开始思索，我到底是为什么买了 A1II 呢？总之，接下来心得呢，我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使用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我有蛮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然后就接着呢，我们来介绍这一台全新推出的 A7R6。首先呢，我们当然要跟上一代先比较一下。以外观上来说，乍看之下其实看不太出差异的。其实我们在事前在跟Sony讨论的时候呢，我还在开玩笑跟郑怡讲说，能有什么样差异？难不成按钮会亮吗？这一次呢 ，A7R6 一个特色呢，就是它的按钮呢多了背光的按钮。所以当你今天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下，找不到你的按钮各自是哪一颗的时候呢，你可以按下上面这一颗钮，所有的按键呢就会发亮。所以你可以在黑夜之中，尤其在拍星空或者在拍摄一些很暗空间的题材，像萤火虫之类的，你可以利用这个按钮呢，直接让你可以找到每个按钮各自的位置在哪里。当你对相机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功能。那当你今天对相机已经很熟悉了，你会说，那我不需要怎么办呢？这个钮依然可以自定成其他功能，所以也不是多浪费一个钮就是做这个功能，你还是可以把它自定成其他功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那我们快速的跟 A7R5 呢比较一下它外观上面的差异。其实当然大同小异了，没有说非常大的明显的差异，但是呢，还是可以从一些小细节呢看出，多了很多小小的不错的东西。比如说录影的提示灯，这个是终于在 A7 这个标准外观的机身上面呢，首次出现了录影的提示钮，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上面模式转盘的这个地方呢，它的 Auto 呢做了一个凸起的设计，这个小小的设计呢，我觉得整体的质感呢是比较好的。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它的那个模式转盘的质感啊，比起前一代任何一台Sony之前的相机呢来的都更好一点。再来还有一个凸起的东西前面呢这个代表全面幅的这个橘环上面呢，在安装镜头的那个位置对点的那个位置呢，它这个刻度呢做成了凸起的所以让你用摸的就可以知道对齐的位置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如果你很熟悉的话呢，其实你很自然就会知道镜头怎么安装，但是确实有一个辅助的功能。接口的部分呢，它跟 A75 一样呢，改成了2个 Type-C 的设计，还有一个很重要小设计，就是在它上面这个 Type-C 孔的位置呢，他们做了一个小的锁孔。如果我今天在做商业线的棚拍，你很常接线连着电脑做拍摄，一定都有扯坏过线。但是呢，它做一个新的设计，你可以装一个 adapter 在这个上面之后呢，你可以固定住那个线。那加上它有锁孔的设计，可以更牢固，让你的线呢不会在激烈拍摄就把线给弄断了。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设计，但我觉得绝对是一个有必要的设计。接下来呢，要讲今天最大的一个重点，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好消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坏消息。首先，好消息是 Sony 换电池，那坏消息当然是 Sony 换电池了，因为毕竟我们手上有非常多 Sony 的相机，已经有非常多旧电池，一时之间有一种就是哎呀，终于换电池了，同时也是哎呀，换电池了吗？这次新的电池呢，它的电量呢是有所提升的，它从原本的2280毫安时提升到了2670毫安时，在实际上使用的感受呢，确实是有感的。比较难直接做个对比，是因为毕竟这台相机它是使用新电池，我没有办法在 A7R6 上面装上旧电池来做一个比较。目前为止呢，我把2张卡拍完了，1颗电池都还没有没电，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使用 4K 去录影，加上我还拍了很多预拍的照片，拍个2000张照片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一张128G 的记忆卡可以拍摄1300多张，但我拍完1300多张的时候呢，我的电池呢还有60%。这个 A7R6 搭配新电池，它的续航力绝对是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搭配这个新电池呢，它还是有些新的相关的设备，比如说它这次附上了全新的充电器，一次可以充2颗电池，而且上面是可以即时显示电量，同时呢也是 Type-C 接口的，非常方便。另外呢，当然呢有全新的电池手把不过这个电池手把呢，按钮不会发光。另外呢，还有全新的外接式电源前端呢当然是一般电池的形状，那后端呢一样是可以使用 Type-C 来进行供电。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你今天使用 A7R6 呢，在 menu 里面呢，你可以看到电池的健康度，我觉得这一点算是蛮重要的。那当然，现在如果大家新买新机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你开始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开始每个电池会有健康度上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直接在机身上面看到你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呢，我觉得对于大量的尤其是职业使用者非常的方便。外观大概是这个样子。
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一些它细部规格的部分。首先是它的像素，这次像素是有提升的，提升到了6680万，就再比之前呢更高了一些。除了档案变大之外呢，那个画面的细致程度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后面呢，我们再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的部分。再来呢，它 ISO 呢往上可以开到32000，那可以扩张到102400。防守阵呢，在中央是8.5级，在周边呢有7级的防守阵。在录影上面，它也可以使用积极的防守阵连拍功能应该算是这一次呢提升非常多的一个部分。它的机械快门呢，每秒是10张的连拍，但它的电子快门呢，无黑屏的每秒30张的连拍，有预拍，有连拍加速固定功能。对没有听错，就是 A12 下放的那些。它的录影规格呢，是可以录制 8K 30帧以及 4K 120帧。当你开启 4K 视角优先的情况下，即便你开到 4K 120帧，都是无裁切的。然后呢，宽容度呢是16级。机身的重量呢，非常让人惊艳的就是换了一个新电池，电池变得比较重，增加了很多功能之后呢，它的重量呢比起前一代少10克，重量是713克，算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台机身然后甚至它的机身看起来厚了一点，怎么变轻了？不知道为什么。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平面拍照心得，然后后面呢，郑颖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在录影上面，因为它还有新的跟收音相关的一些东西，我们就留给郑颖，让郑颖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必须跟大家先讲一声抱歉，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到这支影片上面之间呢，我们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可能还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没有办法测得非常的完整。那些东西呢，我们会留到后面也许有机会的话，再用文章的形式，用 Reels 的形式呢，跟大家补充一些小小的细节。那我们先就我在这短可能1周多的时间内呢，我尽可能去拍一些照片然后以及体验一下它使用的感觉。首先讲结论2个字，好用，真的是好用。就如同我在一开头所讲的，就是因为它现在的性能呢，其实已经非常足够使用了。如果今天你不是非常极端的使用者的话，拍各种题材，我觉得它都够用，就会让我们这些 A1 的用户呢感到有一点点的羡慕。包含拍鸟，因为你的连拍速度已经够快了，对焦性能也很好，在高像素的情况下，我们这次有在动物园拍一些鸟，就算你手上的镜头焦段不是很长，可能只有200、300，平常也许这对你来说拍鸟可能不太足够，但是经过一个裁切，那个画面的细节程度呢还是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在拍摄各种题材，喜欢高像素的人，你拍风景、室内空间、拍建筑、拍各种商品类型的东西，这台相机呢都绝对没有问题。因为 A 侠系列呢本来就擅长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这台相机的性能又更提升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算拿去拍一些简单的体育，甚至一些大型的活动，或者是一些高速移动的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一次的性能上面呢，针对连拍对焦上面呢又进了一步提升之外呢，它在读入的速度呢也变得更快了，所以在果冻效应的抑制上呢，比起前一代可以说是好了非常的多。当然你没有办法拿这台相机去跟 A1II 或者跟 A93去做比较，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对比的是前一代的 A7R5 的话，你直接看到拍摄电风扇的叶片，你会发现其实还是有蛮明显的差异。我觉得在一个6680万像素的一台相机上面，我觉得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那更要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在高 ISO 的表现上呢，其实我觉得也蛮让我惊艳的，因为我们过去的逻辑就是，当你今天像素非常高，那高 ISO 的杂讯可能就会比较严重，那看起来这画面就没那么的漂亮，可能都是偏向使用比较低 ISO 的状态下去拍摄。那在这一次使用上呢，我的心得是，我觉得1600也算是我日常很可以使用的。本来觉得3200应该会是个门槛，但我会发现3200到6400呢，我觉得两者差异并不大。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3200可以接受的话，其实6400你也可以接受。但我想讲的就是，这台6680万的像素的相机，它如果在6400的程度下你都觉得可用的话，那我觉得它能够运用的弹性其实就非常的广了。那我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12800以上杂讯就真的偏多一点，尤其是25600，我觉得是有点太多了。毕竟它是一台高像素的相机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起来的话，我自己觉得能够到6400，画面看起来都算是很干净，我觉得蛮不错了。但是因为每个人对于杂讯的在意程度不同，那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参考，就是以及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可以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一次呢，在拍摄上呢，有特别测试了它的动态
态范围最佳化。因为除了以前的1到5之外呢，它这次往上有扩增到6、7、8。但我们都知道，对于新手来说，最大的难点就是逆光的人像，或者在那种高反差场景的人像，很常会就是人物过暗或人物过亮之类的，然后会造成场景上面曝光的不正确。你开启动态范围最佳化，它就可以自动帮你平衡。但是过去啊，其实很多观众都说，我会不会开这个东西？我其实都觉得，其实它能够补足的强度没有到那么多。我更倾向是建议大家，也许可以尽量的去把直接的曝光值呢，针对你想拍摄主体去铺到足够就好。但这一次因为它增加了新的3个档位，所以我就特别测试了一下，我发现确实当你今天开到6、7、8的时候呢，我本来预期它可能对画质影响会比较多，但在 JPG 档的拍摄下呢，我稍微比较一下，我觉得其实没有想象中差那么多。当你今天有8个 level 可以去做调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的可用性非常的大。我反而会说，如果今天你开自动的话，我觉得它自动在补足曝光量的时候呢，稍微保守了一点。我蛮推荐呢，如果今天你都以拍 JPG 档为主，又可能拍人像多，又喜欢一些高反差的场景，你又不太想要修图，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去把 DRO 设定一个自定义键来做随时的调整，我认为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对于今天家族旅游，你的爸爸带着妻女一起出去玩，然后呢就已经手忙脚乱，左边扛一个女儿，右边扛一个包包，前面在推娃娃车，你还要去设定一堆参数，那不如就交给相机来处理。当相机的修补的这个功能这么强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无论是对于职业用户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就是喜欢拍照的一般人来说，我觉得它都能够提供给你非常好的辅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正义分享一下那个关于录影上面的一些规格还有心得，那最后再回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应该很少人会拿 R 系列的相机来作为主要的录影拍摄，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一开始Sony在希望我们这一次介绍 A7R6 的影片里面提到一些关于影片拍摄的部分啊，我那时候其实是有点疑惑的，因为过往 R 系列的相机其实因为像素比较高的关系，其实都不是那么适合拿来拍摄影片，不论是果冻效应啊，或者在录制规格、录制时长上面都是这样。不过这一次呢，在我使用了一阵子 A7R6 之后呢，我自己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我这边就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一次 A7R6 在影片拍摄上的一些心得。这一次的录制规格最高可以到 8K 30帧，不过呢会有 1.2 倍的裁切，那同时呢也可以拍摄无裁切的 4K 60帧以及 1.1 倍裁切的 4K 120帧。那这一次呢也加上了上一次 A75 同样的 4K 优先视角，开启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拍摄无裁切的 4K 120帧。对于 R 系列的相机，它能拍摄到无裁切的 4K 120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其实这一次最让我意外的是在 8K 30帧，因为它换了全新的电池，又换了比较省电的晶片。那在最高码率的情况下，512GB 的卡2个小时拍完，它都还不会过热。虽然机身摸起来很烫，但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有 8K 拍摄的需求，以 Sony 的相机里面来说，我觉得 A7R6 应该会是最佳的选择。不过也要提一下，因为 R 系列的像素都比较高，所以在影片拍摄上果冻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一次在 A7R6 上面呢，还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Dual Gain 双增益拍摄，它是一种影像感测器的技术，那目的呢就是保留更多的暗部细节。那在我自己的测试使用下来呢，确实在开启 Dual Gain 情况下呢，暗部的噪点有明显的减少，而且在长时间录制上也不会有过热的问题。不过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开启，对于有定点录制需求的人来说，是一个还不错的功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跟 A7R6 一起推出的收音配件 XLR A4。那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搭配 A7R6 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录制32bit 96K 赫兹的音讯。简单来说，它就是让声音有更高的宽容度。你在录音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很大声或者很小声，它都可以轻松的拉回来，这就是32bit 的优势。我建议可以搭配 Sony 自家的 ECM778麦克风，可以达到最好的收音效果。那有一点需要去注意的就是 XLR A4，如果去搭配过去 Sony 的机型，最高只能支援到24bit，如果你要达到32bit 的话，只能搭配 A7R6 来去做使用。那关于收音的部分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就不展开来讲太多。那说实话，这一次 A7R6 影片拍摄的功能其实远超我的想象，打破了过去其实我们对于 R 系列不太适合拍影片的这个观念。那其实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未来在 Sony 其他相机上面，在影片拍摄的功能可以进步到什么程度。
最后呢，由我再跟大家做个简单总结。当然，可能还有更多心得，未来可能会放在后面的影片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但我觉得简单讲一下，我觉得这个相机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觉得它像素很高。那在像素很高的情况下，我觉得它很有效的去抑制高 ISO 杂讯，这一点呢让更高的 ISO 都是可用的，让你在拍摄上呢，我觉得弹性多了很多。对于一般人来说，假设你购买这些相机，在很多情况下，你可能没有想要去购买更望远焦段的情况下，确实因为透过高像素的裁切，你可以获得更多弹性的视角，包含了你要拍鸟，包含了你拍人像，你可能带一个35定焦镜，但你想要随意的裁成50，甚至再裁更多一点点，像素都还是够。假设你今天发到社群，那像素绝对是够的。如果今天你不做任何裁切，你就想要享受这高像素，那画质呢真的很漂亮。对于喜欢数毛，对于喜欢拍下所有脸上细节的人来说，这个相机能够提供给你的影像品质呢，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你有惊艳的感觉。因为我毕竟平常喜欢用 A1II 那5000多万像素，我也觉得5000多万像素很高了，但是一用到这个，很明显你会感到真的又再更细致了一点点。人总是这样的，由奢入俭难。现在看了这个照片之后呢，会有点回不去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A7R6 呢，目前就我们使用下来一些心得跟对规格上的一些介绍。后续我们可能会针对包含电量上面，包含一些在夜间拍摄一些其他的心得跟内容呢，我们会在我们频道，无论是在 IG 上面呢，我们会持续在做一些其他的分享。那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你今天是 A7R4 以前的用户，那我觉得你换的感受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甚至你用的是 A7R5，你换到这一台你都不会有后悔的感觉。乍看之下，因为外观长这样子，你可能会觉得好像没有差不多，但你稍微用一下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好用不少。我没有意料到会有这种感受，但确实，那我觉得它真的比起前一代又提升了蛮多的。我自己会给它很高的评价，那我觉得还蛮满意的。以上是我们对于 A7R6 的心得。那你会想要购买吗？那也欢迎在下方分享你的看法。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